公元221年，61岁的刘备站在黄罗伞盖下，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经历30年的征战，他从一个在街头卖草鞋的穷小子，成为了蜀汉的开国皇帝。然而，刘备称帝仅仅1年后，就在一场绵延700里的大火中，输掉了积攒1辈子的家底，成了一个打光所有本钱，也输掉帝国未来的垂死老人。这一切的转折点都源于一场大战。在这场大战里，他被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江东书生彻底断送了刘备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三国历史上最惨烈也最具戏剧性的决战——夷陵之战。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刘备如何在这场战争中亲手葬送自己的半生心血。故事得从公元219年的冬天说起。那一年对刘备来说是从天堂跌落地狱的开始。就在不久前，刘备刚刚在汉中之战里正面击败了曹操，一时间风光无限。镇守荆州的二弟关羽更是威震华夏，他水淹七军，打得曹操差点要迁都。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刘备最风光的时候，一柄冷刀突然从背后刺来。东吴孙权为了夺回荆州，暗中跟曹操联手，大将吕蒙使出白衣渡江之计，把精兵藏在商船里偷渡过江，悄无声息地端掉了关羽的后方。关羽腹背受敌，败走麦城，最终被东吴伏杀。他的人头被送到了曹操的案头，而荆州也落入了东吴之手。对正打算大展宏图的刘备来说，这是双重打击：战略要地丢了，还搭上了结义20多年的兄弟以及自己的左膀右臂。转眼之间2年过去了，到了公元221年，刘备正式登基称帝。他当上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御驾亲征，请举国之兵，率领蜀汉大军顺江而下，对东吴发动大规模战争。他要把失去的一切连本带利地夺回来。朝堂上几乎所有保持理智的大臣都在苦苦劝阻，以赵云为首的武将们纷纷站出来劝阻：陛下，我们的真正敌人是篡汉的曹操，而不是孙权。如果先与东吴开战，一旦两败俱伤，北方的曹魏必定会坐收渔翁之利啊！然而刘备没有听，紧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狠狠砸了下来。三弟张飞在一个深夜被自己的部将割下首级，送给了东吴。短短2年，2个兄弟先后惨死，刘备心中的痛苦和愤怒彻底燃烧到了极点。他不再听取任何人的劝告，带着积攒多年的精锐部队顺江而下。蜀军将士的心里也都憋着一股狠劲儿，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要给关将军报仇。东吴前线的将领根本挡不住蜀军的锐气，接连败退。蜀军战线一路推进数百里，直接打到了东吴的家门口。看着气势汹汹的蜀军顺江而下，江东的孙权是真的慌了。北方的魏国虎视眈眈，西面的蜀军又大举压境，东吴一下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刘备打了半辈子仗，老谋深算，而蜀军又带着复仇的滔天怒火。吴国的将领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主动请缨。就在这个决定东吴生死存亡的关头，孙权做出了一个让全天下都大吃一惊的决定。
他力排众议，越过所有资历深厚的老将，任命一个年仅38岁、当时名气并不算大的年轻人为大都督，统领全国兵马，迎击刘备。这个人叫陆逊。陆逊出身吴郡大族，长得温文尔雅，在东吴那些战功赫赫的老将眼中，他不过是个小娃娃。当孙权把象征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宝剑递给陆逊时，大帐里的东吴老将们甚至连个正眼都不愿意瞧他。可陆逊心里非常清楚，前方是气势汹汹的蜀军，身后是一群不服气的老将。如果用常规的方法去跟刘备硬碰硬，东吴必败无疑。于是，这个看似柔弱的书生，在心中悄悄布下了一个局。陆逊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让东吴的老将们差点气歪了胡子。面对蜀军，他连一次试探性的反击都没有，直接下了一道死命令，全线主动撤退，一路退到夷陵一带。老将韩当和周泰听后起身提出质疑：大都督，敌人还没有打过来，我们就先行撤退，这样一来，东吴的脸面要往哪里放？难道你是害怕刘备？面对众人的质疑，陆逊神色凝重，态度却异常坚定。他按住腰间宝剑，平静地说：主公，把统领三军的印信交付给我，不是要我和刘备争一时的颜面，而是要我打赢这场战争。刘备如今锐气正盛，如果与他正面交锋，正好落入他的计划之中。传令全军依凭险要地势，坚守不出。东吴在退，蜀军在进，吴军一路退到了夷陵，卡住险要关隘。无论蜀军如何叫阵，死活就是不出来了。刘备这辈子打仗输多赢少，可这一次，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顺风顺水。大军深入吴境数百里，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看着不断后退的东吴军队，坐在战马上的刘备忍不住哈哈大笑：哈哈哈！孙权小儿竟然派了一个书生来当主帅，看来东吴是真的没人了啊！朕的兵锋所到之处，江东弹指可下。胜利来得太容易，往往会让人忘乎所以。刘备开始觉得陆逊是畏惧他的威名，根本不敢出战。然而，随着战局不断推进，到了公元222年的夏天，情况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天气越来越热，三峡一带的夏日骄阳火辣，闷热难耐。蜀国大军深入东吴山地数百里，战线被拉得极长。由于陆逊死守夷陵隘口，蜀军被死死卡在山谷之中，进退不得。每天都有大量的蜀军士兵因为中暑、水土不服而病倒。战马缺少草料，士兵怨声载道。更要命的是，因为大军在深山密林里，后方的粮草和物资越来越难以运送，10万大军眼看就要断粮了。刘备无数次派人到阵前辱骂挑衅，可陆逊就像一只缩头乌龟，大门紧闭，就是不出战。东吴将领们气得眼珠子通红，纷纷请战。大都督，受此大辱，末将宁可战死，也不受这份窝囊气。可陆逊呢？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大帐里看书，甚至还让人给前线的士兵送水。他告诉所有人让他骂几句又掉不了一块肉。
谁敢擅自出战，军法处置。这场对峙在酷暑之中整整持续了大半年。蜀军原本那股为关羽报仇的滔天锐气，在漫长的等待、极度的枯燥以及炎热的天气中，被一点一点彻底耗尽了。士兵们越来越烦躁厌战，士气一路跌到了谷底。人一旦烦躁，就容易犯错。即使强悍如刘备，也扛不住酷暑与僵局的双重折磨。为了让士兵躲避烈日，刘备做出了他这辈子最致命的决定。他命令军队离开暴晒的平地，把大营全部搬进树木茂密的山林。蜀军依山傍水，顺着山势扎营。大大小小的营帐从巫山一路延伸到夷陵，远远望去，整整蔓延了700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连营700里。刘备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既凉快又安全。然而，当他在树林里享受凉爽时，在夷陵城楼上默默观察了大半年的陆逊，终于把手中的书一合，淡淡地说：“时机终于到了。”公元222年8月的一个夜晚，起初江面上只是一面小旗，轻轻抖动。紧接着，狂暴的东南风呼啸而起，瞬间席卷江面。陆逊没有给刘备任何反应的时间，他敏锐地抓住了顺风之势，调集压抑了大半年的东吴全军，发动海陆并进的全面火攻。东吴的士兵们带着积攒了半年的憋屈与愤怒，将无数的火把以及浸满高油的干柴狠狠地砸进了蜀军的密林大营。刹那之间，狂风大作，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绵延700里的山林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然而此时，蜀军的战线拉得太长，前方的军队不知道后方发生了什么，后方的军队也根本来不及赶往前线支援，整条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士兵的哭喊声、树木爆裂的声音以及战马凄厉的嘶鸣声混成了一片。刘备在亲随的拼死护卫下，一路丢盔弃甲，狼狈地从火海中逃出，甚至连皇帝的玉玺都遗落在了路上。他看着自己带出来的那些经历过汉中之战的蜀汉精锐部队，在这场大火中几乎全军覆没，他心如刀割。这一把火不仅烧掉了蜀汉积攒多年的元气，也烧断了刘备的生命线。1年后，刘备在白帝城含恨托孤，郁郁而终。而那个曾经被全天下嘲笑为书生、讥讽为懦夫的陆逊，却在漫天火光之中一战封神。在这一战中，蜀汉10万精兵几乎全军覆没，数万担粮草也化为灰烬。这是蜀汉建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军事失败，也彻底打光了刘备积攒了大半辈子的家底。败退到白帝城的刘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之后便病逝了。在这场较量中，愤怒与急躁成为刘备最大的战略漏洞。相反，陆逊在面对对手最嚣张、气势最盛的时候，选择了以静制动。他在长达半年的质疑声中耐心等待时机，并在对手露出破绽后毫不犹豫，一击必中。听完刘备的这段经历，你有什么感慨？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这个故事对你有所启发，
也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